有玩过 ChatGPT 吗？最近2个月，ChatGPT 不只攻占了全球的媒体版面，也点燃了一场科技巨头的 AI 大战。究竟谁是这场大战的幕后推手？现在的战况又是如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AI 大战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去年底 ，ChatGPT 横空出世，让全球陷入了疯狂，而它背后的开发团队 OpenAI 也一举跻身了矽谷列强的行列。现在微软砸下重金投资 OpenAI， 想要靠 ChatGPT 把 Google 拉下搜寻引擎霸主的地位，但 Google 也不甘示弱，提前公布了正在开发中的 AI 机器人 Bard， 准备跟微软硬碰硬，捍卫自己的宝座。而除了2大强权的正面对决，其他像是 Meta、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等等的科技巨头，现在也加入了战局，砸大钱资助 AI 研究，全球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 AI 军备竞赛。今天我们会回头来看看OpenAI 到底是一间怎么样的公司，它为何会成为 AI 大战的关键角色，而现在的战况又是如何呢？不过在开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听过生成式 AI 吗？近期最热门的 ChatGPT 以及 Midjourney 都跟它有关。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千万别错过 NVIDIA 即将在3月20日至3月24日举办的 GTC 大会免费报名线上参加，让你浏览超过650场产学业界专家带来的精彩讲座。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将在3月21日晚上11点带来主题讲座。除此之外他也将与 OpenAI 的共同创办人 Ilya Sutskever 进行炉边对谈，让你深入了解 AI 现况与未来愿景。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体验 AI 技术的应用， GTC 大会还提供了8场 Watch Party 中文导读讲座，以及准备了中文授课的 DLI 实作训练课程，让你能够快速的掌握 AI 技术，在职场上展现你的专业能力。现在就点击下方的链接，免费报名 NVIDIA GTC 线上大会，一起来探索这些令人兴奋的 AI 技术吧。填问卷还有机会获得小礼物哦。2015年，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以及矽谷创业家山姆·奥特曼等人一起创办了非营利组织 OpenAI 人工智慧实验室。他们有个非常远大的愿景，希望 OpenAI 用造福全人类的方式，打造友善的通用型 AI。同时 ，OpenAI 也会成为一间开源公司，跟外界分享研究成果，来制衡科技巨头垄断 AI 的状况。而在成立之后呢 ，OpenAI 进行了5花8门的研究。举例来说，他们开发过 AI 作曲软体，只要几个关键字就能够做出一首音乐，建立过 AI 电竞战队，打败了人类的世界冠军。而之前很有名让2个 AI 玩捉迷藏的实验，也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另外，他们主打的产品像是文字生成工具 GPT、GPT2、GPT3 系列，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生成通顺文本内容，还有强大的 AI 绘图工具 DALL-E 都获得了外界极佳的好评。不过在这段期间，OpenAI 经营的方向却渐渐的发生了改变。2018年，马斯克与公司高层对于 OpenAI 的发展路线出现分歧，再加上当时特斯拉也正在发展自驾技术，要跟 OpenAI 抢同一批人才，种种的原因让马斯克选择离开了 OpenAI。而马斯克前脚一走 ，OpenAI 就公开的表示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完成更大的研究，所以他们开始商业化转型，宣布成立有限获利的公司来筹措资金，招募更多的人手。而在那之后 ，OpenAI 就跟微软越走越近。OpenAI 将许多的关键技术独家授权给微软，而微软呢，则是提供硬体云端服务的支援，来支持 OpenAI 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但是这些操作呢，也让外界质疑OpenAI 已经变成了 Closed AI， 变得不再开放了。就连马斯克呢，也公开批评OpenAI 早已经违背了当初的初衷。不过，尽管网友们炮声隆隆，但微软给的银弹确实让 OpenAI 加快了研究脚步。而 OpenAI 去年推出的产品，更在 AI 产业丢下了一颗震撼弹。2022年11月 ，OpenAI 基于 GPT 3.5 的技术推出了 ChatGPT 聊天机器人。这是一个能够写论文、写诗、写信、写程式码的超猛 AI 不论你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有办法给出一个大致合理的答案，还能够记住之前的对话内容，让使用者真的有在跟 AI 聊天的感觉。那虽然 ChatGPT 偶尔会出现一些答非所问的状况，但优秀的对话组织能力还是让许多人第一次见识到了 AI 恐怖的实力。在上线的短短2个月之后 ，ChatGPT 呢就达成了1亿用户的里程碑，就连全球最多人下载的 TikTok 呢，也花了9个月才得到这个成就。ChatGPT 可能是中国健康码之外史上最速达成1亿用户的软体。而在 ChatGPT 获得空前的成功，也让开发团队 OpenAI 成为了矽谷的抢手货。
1月底，微软宣布追加投资 OpenAI 数十亿美金，而内部的消息指出，整体的投资额可能高达100亿美金，也就是台币3000亿的天价。科技推测呢，接下来微软会开始把 ChatGPT 整合到 Word 啊、PowerPoint 或者是其他的 Office 软体里面，让用户可以透过简单的提示，快速的生成文本，改变数十亿人写文章做简报的方式。而现在微软也已经推出了结合 ChatGPT 的新版Bing搜寻引擎，未来大家不用再烦恼关键字怎么下，而是可以像聊天一样，直接把问题丢出来，并呢就会帮你把资料条理分明的整理好，彻底的颠覆人类查找资料的方式。而有了 OpenAI 的强力支援呢，微软这一次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想要拉下 Google， 挑战搜寻引擎霸主的地位。根据 Google 员工的爆料，去年底 ChatGPT 一出现 ，Google 的高层呢整个吓傻，马上要求所有的员工进入战备状态。过去 Google 的搜寻引擎市占率高达了 90% 以上，稳坐搜寻引擎的龙头宝座。但现在微软即将展开大反攻，分食 Google 的市场。为了保住王座 ，Google 不得不提早推出聊天机器人 Bard 应战来势汹汹的微软。结果 Google 首战呢就出师不利，在 Bard 发布的宣传片当中，被网友发现呢 Bard 明显答错了一个题目，股价当时呢马上闪崩8%。也让大家质疑Google 还没有准备好就仓促的上阵。现在 Google 正在密集的进行内部测试，希望努力的修正 Bard 的漏洞，预计几个礼拜之后才会公开给大众使用。而 ChatGPT 的这一波浪潮，不仅吓得 Google 皮皮槽，也掀起了一场全球的 AI 大战。在这一波 AI 狂热当中呢，每个巨头都想要分一杯羹。深耕 AI 多年的 Meta 不甘示弱，祖克伯宣誓 ，Meta 目标呢成为生成型 AI 的领头羊。前几天Meta 就发布了新的大型语言模型，号称可以解决更复杂的任务。同时，未来呢，祖克伯也会在 Messenger 啊、IG 导入更多 AI 技术的应用。另外，电商龙头亚马逊也和正在开发 ChatGPT 对手产品的新创公司扩大合作，加入这场 AI 战局。而至于苹果方面呢，在我们截稿之前还没有太多的动作，但外媒指出，因为 Google跟微软都会砸大钱，努力的成为 Apple 产品的预设浏览器，苹果说不定会成为 AI 战争的得利者。而另外一方面呢，生成型 AI 的风潮也从矽谷吹到了中国。中国搜寻龙头百度呢，宣布加入 AI 大战，高层下达紧急动员令，要求员工推迟其他的业务，全力开发类似 ChatGPT 的产品，文心一言，力拼呢3月完成内部的测试。电商巨头京东集团呢，则推出了 ChatJD， 号称是产业版本的 ChatGPT， 预计会使用在零售啊、金融领域。而其他的科技公司，像是阿里巴巴、华为和腾讯等等企业，也都在砸大钱，全力的研发中国版的 ChatGPT。让这场 AI 大战更加的激烈。那么谁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呢？其实现阶段如果想要做出一个仿造 ChatGPT 的模型，开发的成本高到不可思议，把这个模型呢要训练到好，花个几百亿台币都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呢 ，AI 大战最终会变成一场烧钱大战，根本不是一般企业玩得起的游戏。过一阵子呢，那些资本不够雄厚的企业可能就会陆续的退出战场，重新寻找自己在 AI 产业当中的定位。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就认为经过一番厮杀，最终呢只会有少数的科技巨头的 AI 模型胜出，而其他公司呢只能够付钱给这些巨头，再从现有的模型上面开发其他的价值应用服务。专家预估呢，未来的2-3年内可能会有10万个 AI 应用程式诞生，不论是交通啊、娱乐、饮食或是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因为 AI 的介入产生巨变。再过不久 ，AI 技术呢就会像电力一样成为民生的基础设施，这个产业的规模会是今天的好几倍以上。这么庞大的利益呢，科技巨头当然不会放过，而这也是为什么即使 AI 研究这么烧钱，大家还是愿意赌一把，想办法提前在市场上面卡位。不过看着科技巨头加速发展 AI， 我们其实有点担心。过去 AI 聊天机器人之所以发展比较慢，有一部分的原因呢是科技巨头在研发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谨慎，只要产品不够稳定、不够安全，就不会贸然的将产品公开。但是现在 AI 大战开打了，很多的企业为了抢快抢曝光，对于自家的 AI 产品大开绿灯，跳过了以往费时费力的审查步骤，对于 AI 的伦理争议、传播假讯息等等问题反而没有那么看重，使得这批 AI 产品相对的让人不太放心。而此外，我们也担心AI 发展这么快，人类制度如果跟不上，会发生什么事呢？就像 OpenAI 执行长讲的，接下来重要的 AI 模型很可能会集中在 Google、微软、Meta 这几间大企业手上，由他们来掌控全球的 AI 产业。但是，假如我们以后的生活离不开 AI， 那么整个社会的运作方式也需要看这些科技巨头的脸色。如果我们不能够接受这种未来的话，要怎么来管制？谁要来管制？这可能都是 AI 大战开打时我们可以提早开始思考的事情了。
好的，那今天想问大家哦，看到科技巨头都在砸钱发展 AI，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非常的期待哦，很希望 AI 可以快点进入我们的生活。毕竟有点担心哦，觉得 AI 发展太快，可能会造成很多的乱象，自己感觉雷声大雨点小，说不定 AI 产品根本没有那么厉害。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为什么科技巨头抢着做 AI。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 AI 绘图争议以及 ChatGPT 的实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